新手就是特别容易犯平台选错跟关键字选错的问题。就大家关键字会凭感觉选，大家就会觉得选一些自己觉得很瞎趴的关键字。比如说，举例来说好了，像分手改变自己，你们觉得这个关键字月搜寻量是多少？分手改变自己，你觉得每个月多少人会搜？50万，零啊，没有人搜，所以这个字你就觉得天啊，这个字好正能量，但是你真的做这个词做到第一名，没有流量，那这就会变很哀伤的故事，就变成你以为你都在做 SEO， 搜寻也看得到你，但没有流量。然后没有转换，因为分手没人想改变自己。没错。大家可能会直接会去搜 like 分手减肥、分手穿搭，或更极端一点整形好了。对，所以建议大家做 SEO 关键字要用 Google Ads 去看看有没有人搜。大家好，欢迎回到 Side Chat， 我是 Inside 的 Jocelyn。我是 Fox。那今天Side Chat邀请到的是 SEO 的专家 Frank 邱，请Frank 跟我们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 Frank， 然后我主要是做 SEO 相关的培训跟代操。Frank 值得介绍的是，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好好以及在 SAT 知识卫星上面开课，两边累积超过了这个1000万的这个，我刚刚说这个应该是个1000万等级的讲师啊，来我们这边分享。然后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坦白讲我在过去几年面我不知道 Frank， 对不起，我认识 SEO 专家是比较老的，没问题。比较老的是比如说什么像小黑啊，或者是黑墨啊，然后我就因为我是老人嘛，所以我前辈们，所以我老人，然后我说那个谁啊，然后对，然后我还发现我也很厉害耶，居然这个课程卖的蛮好的，而且为什么我以为他们两个会有竞品关系，没有啊，就是好好也可以开 ，SAT 也可以开啊。算有几位老师都有这样的路径，就是好好跟知识卫星都有开 ，OK， 然后所以就两边是都可以的，当然就是老师自己也要稍微切开一点点，不然两边产品也会打架。那我讲一个很烂的问题，那你觉得如果我现在想要今天听完这个分享，我们聊完天之后，他想要买，你觉得两个对于入门者来讲，你会觉得哪一个先买，或者是都买啊，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预算许可就直接买知识卫星的哇，因为我都是假设都是零基础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进阶课是一种很烂的产品，对，因为你很难控制学生的起点在哪里，对，所以我每一堂课都是零基础教学 ，OK， 那就看这个零基础会走得多远。那知识卫星因为它14小时，没有17小时，17小时就真的超级长的。然后好好大概6个多小时，所以知识卫星那边教细的很多，也比较新啦，也比较新，因为一个23年开嘛，一个是大概21年开的。SEO 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以防止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SEO 的缩写的全名是这个搜寻引擎最佳化。哇，最佳化，最佳化！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吵说这个台湾价值，这个 search engine 这个optimize 这句话呢，最后是优化有人讲翻优化，有人翻最佳化。那可是我这辈子我两个都听过，有些人说优化是中国大陆用语啊，所以大家那边吵架，但我现在就都会混着用了，反正记得我其实比较喜欢优化，我也觉得是优化。台湾价值减一，但就是我觉得优化也比较顺口，也有那种一直迭代的感觉。对，但有人讲说最佳化，对，但不管，反正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搜寻引擎优化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呢在这个 Google 搜寻引擎里面打进去的一个关键字，不论你找什么，你找肖尚龙好了，找肖尚龙出来之后，你就会得到一页嘛，那下面就有很多搜寻结果。那根据我小时候的这个理解，就是这个搜寻结果里面95%的人大概都只会点前3个连结。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你就是付费变成是 Google 的客户，他就会可以帮你摆在搜寻连结的最前面2节的，这样2个是对的吗？
第一页大概大家还是会点到后面的、第一页大概都还是会点的，有机会点到的。对，前3名大概会占可能60%。60%，大概60%，但没有到95%了。真的、没有这么严，没有这么惨。我的印象中有一个那个 heat map， 一个热力图。对，然后就是前面就反正确实后面就少很多，但是还是会有人点，还是 OK， 还是会有人点。OK， 所以所谓搜寻引擎优化，就是让你在不用付钱的状况下。在你自然的搜寻关键字的时候，在使用者搜寻关键字的时候，你会排在非常的前面。是，那这是一个自然的做法。然后对我来讲啦，就是说，其实现在关键字广告又成为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有些人会，以之前我看雅虎他们卖搜寻关键字广告是说，比如说你要做医美，我建议你买关键字这5个广告。但这对我讲跟原本的这种搜寻引擎的最佳化的概念好像不太一样。什么样的买5个广告？比如说，我就买隆胸啊、减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买这个大字啊，然后它就会在前面嘛。那广告的前面吗？还是自然搜寻结果的前面？自然搜寻结果，他就买广告，但只是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广告业务的一种卖法啊。Google 的话 ，Google 是没有这件事了。Google 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看，就是 Google， 它自己的网站的排名其实也没有到最前面。然后还是蛮吃你有没有真的按照 Google 的这个规则。我会说你要当 Google 的舔狗，你要follow Google 的规则，然后让自己的排名往前。那付钱不在这个讨好的范围内。对，Google 把这件事切开来。对，所以其实他们的 policy 是比较严格啊，毕竟Google 的这一个它的起家是靠这一个起来的，是。然后这其实中间有一个，大家如果我科普一下啦，这个 Google 其实是有一个手册，我如果讲错或是现在有 update， 你一定就立刻纠正我。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所谓搜寻优化的一个小手册，然后还有理论上还有各种语言版本。然后他会有一些跟你讲说，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没听说过这件事情，请你按照这个小本本这样子做。那小本本这样做，就可以有办法帮你排到最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最基础的做法。你也会推荐看这件事情吗？ Google 有官网，然后它也有 YouTube 的频道，所以它也会分享一些具体的做法。当然我觉得就那是一个查核的好地方，但是我觉得新手要直接啃那个的难度确实有，就是它就写的像说明书，但我觉得说明书对于新手来说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不进去，对，所以我们市场上才有这些老师可以卖课。所以那你觉得一般人入门这件事情，除了看 Google 官方文件之外，然后可能看你的分享，那最好，那我们讲最基本、最根本的，应该需要知道什么事情啊？最基本的是要知道，就是你应该在哪里做。像有人就会觉得我在 Threads 做就好了，我在 Facebook 做就好了，就是你做的平台很重要。那因为平台选错，你就会完全搞错方向嘛。像有人会觉得我在 IG 很努力 po， 我应该有用，但其实没有用。所以平台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的经验是，你假设贴了一个东西，它会立刻被 index 到前第1页哦，或者是前3名。SEO 感觉做蛮没有，然后可是你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它就不见了。它有些情况还不错，但是它不是一个稳定。对，它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地方。对，就是你不太能期待说我今天发一个活动公告在 Threads 上面，然后消费者在 Google 搜寻都找得到。这件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但在你自己的官网相对可预测。所以其实一般而言，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建议你把一些这种活动型的公告，或者是希望能够让消费者、使用者搜寻到的东西放在社群媒体上面，还是希望能够放在比如说部落格啊、官网啊，或者甚至某种就是像我们现在流行 Ghost 电子报，因为它可以发电子报，又可以变成部落格文章，这样子的载体上面，就复制一份嘛。也没有教大家说不要放在社群，就复制一份，不要那么懒，就全部都放了，都放。所以像我个人自己，就是我贴一个贴文，我根本就是先发在 Ghost 上面 ，Ghost 有点像是你想象它就是个 WordPress 一个部落格，然后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设定就是会帮你发电子报。
那电子报发出去，当然它会是你的受众，然后同时间呢，它也有针对于各种社群媒体很好的优化。如果你把这个电子报部落格里面的内容贴到了什么 Facebook 啊，这个推特上面去，它的那个卡片是做的蛮好的，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综合，我想。那还有其他的吗？再来就是选关键字，这非常的基本，但就新手就是特别容易犯平台选错跟关键字选错的问题。就大家关键字会凭感觉选，大家就会觉得选一些自己觉得很瞎趴的关键字，但那关键字没有人搜寻。比如说，举例来说好了，像分手改变自己，你们觉得这个关键字月搜寻量是多少？就 exactly 分手改变自己。因为我失恋了，所以我分手要改变自己。对，这个意思吗？对，这个分手改变自己。你觉得每个月多少人会搜？50万。零啊，没有人搜，所以这个字你就觉得天啊，这个字好正能量，但是你真的做这个词做到第一名，没有流量，那这就会变很哀伤的故事，就变成你以为你都在做 SEO， 搜寻也看得到你，但没有流量。然后没有转换，因为分手没人想改变自己，没错，自以为有人改变自己，大家可能会直接会去搜 like 分手减肥、分手穿搭，或更极端一点整形好了，对，可能大家会直接去搜整形、对减肥，但大家不会加上分手这个词。大家会搜寻什么？如何安慰分手的朋友？这个有人搜寻，因为大家要一些语料来安慰朋友，但是直接这个词就没有，所以建议大家做 SEO 关键字要用 Google Ads 去看看有没有人搜，就这点蛮重要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个网站或者做一个产品，本身一开始你要思考的这一个产品本身就是要容易记。但也最好是能够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搭上刚刚讲的，它是不是一个搜寻量大的关键字？大概在15年前到20年前，我觉得有个关键字我觉得很棒，然后我有抢到，叫好玩游戏。你就是你 Google 好玩游戏，其实我那时候 suppose 我认为会有很多人找好玩游戏，然后就 Google 进去就会里面有一堆 Flash Game， 然后玩 Flash Game 大家就会赚这个Google 广告的钱，然后就反正就分论那个，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小的网站，然后我网址叫做我忘记域名的最后面是什么，但是我买网址叫 googame.com 或 .tw 之类的，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如果你come out出一个好的名字，它有可能是个搜寻的热门关键字。那对于你的网站的自然的流量是很不错的。那你怎么看？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说哪些是热门关键字，哪些不是？哪些不是我想象中的？哪些才是真的？OK， 我想先回应那个取名这件事情。取名真的很重要，就是 like 很多的餐厅取名就取得不好，就是像很多的意式餐厅、法式餐厅，就你吃完觉得很好吃，但是你要跟朋友传播说，那一间什么 F 开头的餐厅，你根本念不出来。就是很多法文或意大利文对台湾来说非常难念，会有一些那种很装逼的英文，对，那种就大家搜寻上的难度很高。我觉得搜寻是检测你名字取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因为搜寻它能搜寻代表一它记得住，二它打得出来，你没有选一些冷僻字，所以大家打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好不好搜寻来检测你这个产品名或品牌名取得好不好。然后再来回到怎么检测，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就 Google Ads， 你就搜寻 Google Ads， 就 Google 的广告，然后你就去申请它，然后你查 Google Ads 申请，大概前3名会有我的部落格，会有一个教学，会有一个教学，因为太多朋友碰到这卡关了。你申请完之后，里面有一个叫关键字规划工具，然后你就把所有的关键字丢到里面一个叫做预测搜寻量的栏位，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大概每个月免费版他会告诉你可能0到100、100到1000或1000到10000，就是区间很模糊，但是如果没有人搜寻，他就跟你说0，没有人搜寻他就跟你说0，你可以靠0来排除掉大量的垃圾字词。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扫盲的方式啦，因为你原本以为这个东西很多人收，然后其实是没有的。那但你看有数字嘛，这个所有东西都要从数字来验证，那这时候就不用吵架，我们就在比关键。实际上，如果其实另外一个应用是这个产品热不热门，
是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创业的一个主题，就看是不是利基市场存不存在。对对对，所以创业主题也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很多人想要买？比如说什么气泡水跟矿泉水，还是这个什么运动饮料之类的，看就直接比比看，就吃进去就比比看。这是一个很烂的，刚我是一个很烂的比喻啦，但是那你 OK 啊？像你要选哪一个赛道，或者你觉得哪一个有机会，它存不存在？这是很便宜的数据。对，所以你就知道人们的意图啦。对，那刚 Frank 刚刚提了一个，就是说你的店名啊，不能太冷僻，因为不好搜寻嘛。那第二种是，它是一种。这是有意图的，就是我知道有个东西好像叫这个名字，我要搜寻它，知道它更多资讯，这是一种。一种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哪里有提供这个服务。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信义区的健身房有哪些，我会打信义区健身房，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名字。那这个时候你也要做类似的，而不是只有针对你的名字，而是这是针对你的意图，这也是一种嘛，对吧？是，就。这种通常叫品类词，像什么红酒推荐啊、手机推荐啊，这种词就是所有品牌都最想要的词。OK， 那它竞争强度也是最大的。对，大陆，但这个其实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了啦。就是如果大家打现在各式各样的推荐组合字，加上了什么 PTT 啊，或者是 Dcard 或者是什么之类，大家会至少找到五个网站以上。都在做类似的，就专门做这样的联盟行销。然后比如说金融的，你会看到袋鼠金融，对，或者什么卡优。如果你今天看到旅游的，你会看到不只是一般的有这些推荐网站，你还会看到 Klook 啊、KKday 啊，各式各样的网站都做。所以 SEO 这个战场其实严格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对，蛮内卷的，超内卷。以前啊，我们依赖 Facebook，依赖搜寻广告，其实搜寻引擎优化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我举一个以爱料理来讲好了，爱料理是一个充满食谱的网站，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要找宫保鸡丁，我要找什么排骨，我要找什么各式各样的，理论上我们家一定会在前3名。对，这是一个超强，这是一个 must， 不是一个有选项。如果找到别人，我们真的是不太用混了。但是因为之前还有别的啊，比如说匹克邦他们其实在SEO 这边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字都会在前面，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设定，造成他们都会在前面。那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部落客啊，或者是刚刚讲脸书文章，但是以前搜寻引擎来的流量大概只占整个 i 的流量，我认为不到3成或4成，这个应该2015年之内，反正最大中7成的都来自于脸书。然后到了2015、2016之后 ，Facebook 改了政策，那结果现在脸书的流量只占我们流量的可能不到20%，所以搜寻引擎流量变得是一个主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后来所有人都在为了因应这个脸书的变更，所以去做了 SEO。你个人之间你个人过去的职涯心得里面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因为我大概18年左右开始做，就已经到好像脸书已经那时候本来就已经没有那么强势了。对，脸书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强势了。OK， 那你之前在2018开始做，那你之前呢？你之前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之前就读大学啊，我是地震系。天哪！我对于18年感觉是一件不久之前的事情，但是我错了。18年是已经是一个出社会出了 N 年的人的起始点。那你毕业第一份工作在做什么？就是做 SEO。我第一份就是在媒体代理商做 SEO。然后就做到现在这样。那你怎么知道 SEO 这件事情，然后决定开始做这件事情？我其实不知道，因为一开始有当然行销公司有实习嘛，然后有一些写文案的能力，对，然后那时候就学姐就发 SEO 的外包给我，其实就是写文章，是，然后后来我毕业后，那个学姐就抓我进这间公司，然后就觉得反正毕业不知道干嘛，就去了，就去了，然后就发现好像做的还行，这样做的还行。这需求你真的很难想象，因为对我来讲 SEO 这件事情可能已经10几20年了，然后居然还是一直有各式各样的人涌入这个产业，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
行销的基本武器啊。对，而且又便宜，又便宜，然后规则明确啦。我觉得它真的是几乎所有行销工具里面规则接近最明确的一个模式吧。OK， 那我知道你之前是在代理商，对，然后就开始在做 SEO 这件事情。那你觉得里面比如说在这样子的代理商跟你现在出来做，我觉得你觉得两者有比较大的差异吗？还是实际上只是客户的不一样而已？当然客户差异蛮大的，就之前在 4A 嘛，所以客户都是那种很大的客户，然后很爱开会，很爱 report 等等的。那当然现在就服务的就偏台商或一些中小企业居多。那这些客户就是大家就对做事的要求就多一点，因为有些外商其实他有时候只是需要一些可以交作业的东西，但是中小企业他们就真的要活下来，他们对于成效的要求就会比较高。OK， 哇，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讲报告好了，因为 SEO 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东西，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写了文章，你隔了1个礼拜之后，我就可以有效率的命中你起来。但这样是大多数的状况下，这个报告是不是都会蛮无聊的？我觉得蛮无聊的，我觉得蛮无聊，但有人爱看啊，这没有办法。有人爱看，每个礼拜我要看，我有没有从第10名变成第9名这样子？当然，可能频率不见得会到周报， okay. 有一些会周报啊，但通常月报。但对，周报月报听起来合理多。对，月报合理多。当然，就有时候大家就喜欢看一些网站有什么技术问题啊，然后怎么样，但那些东西可能对成效都没有什么帮助，但就会有一种你很认真在做事的感觉。确实需要有这个认真在做报告，有认真在做事的感觉，大家一起都有事做。OK。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事，因为你刚刚讲台商或者是他们对于业绩的 driven 比较大，所以现在很直接，就是我除了我的关键字要被排到前面去了，然后我还能够要进来，然后还要转换啊，他们会有这个期待。当然就是SEO 能做到的节点有限。对，但就会尽量去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但是也没办法保证啊，保证太难了。通常就是靠选字啊，或你改 call to action 之类的方法来强化这件事情。对，因为我总觉得它虽然意图很明，我们一直在讲搜寻引擎是一个意图很明显的东西，因为我已经打关键字了嘛，代表我对这件事情的意图很强烈，然后进去，但进去之后，我是不是直接买单？有时候你就想想我自己的行为也是，就是我不会买一个东西之后，我只看了一个网站，除非我真的很了解这个东西了，我就直接买了。你会多翻看一下？你通常会怎么做？你搜寻你怎么做？假如说，对啊，要买东西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搜 PTT 搜 Dcard， 然后再搜 PTT 先搜 Dcard， 看一下真实的评价，然后可能再你相信 PTT 跟 Dcard 是真实的？不太相信，但就觉得意思搜寻引擎就是一个虚伪的地方。对，然后对，所以大家都想过了嘛，大家会铺了天罗地网在 PTT 或者是部落格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对啊，可能看个3-4个网站，比一下价，对。OK， 然后再决定去某个电商网站买。对。哦，我想一般消费者蛮常见的路径，就是漫游嘛，就是对啊，就是 Google 叫混沌历程，哦，这是有个专有名词的。他们有一个报告定义出，他们觉得叫混沌历程，就是你会在发现跟评估之间一直反复横跳。对，所以一般而言，能够做的就是以电商来讲啊，就是说他会在各个地方想办法捕获这个使用者。就是说，你不管你去查了价格，你去干嘛，然后最后追踪回来是因为归因我打了这个广告，不断提醒你，然后你回来买了。那一般认为啊，这个广告曝光要超过3到5次才会才有可能会成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各位的这个不管是线上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的电商，一直打，然后打到你烦，对，然后你烦，然后这有效了，因为你记得我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过程，所以其实通常现在也不会只单做 SEO 了。对啊，不能只靠 SEO 啦，有点太辛苦了，对，但坦白讲，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很多人没有。我前阵子去某个地方，然后我跟那老板聊聊天，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网页，他很自豪的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之类，我说这个应该是 Google 不到的吧，因为我光看那个页面啊就是搜寻不到的。然后我看完之后呢，我就说我认识一个专家啦，你要不要联络一下？我是认真这样子做的，就是 even 到此时此刻还是很多人没办法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中小企业大概好像你大概只能抓2到3个行销工具比较熟。对，我讲到极限就这样，可能他 Facebook 跟短影音熟，我有做就了不起了。对，这2个做的不错就很厉害，其实大概就活得下来。然后其他的部分的基本的程度，我觉得就有点很难苛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就至少要熟2个吧。我觉得免费的跟付费的你各学一个，免费的跟付费的各学一个。对啊，比如说那假设我很头痛，我是牙医好了，我挑战一个男的，应该满地都是牙医。对，牙医超内卷的，卷到爆。那牙医这么卷的，你通常会大概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怎么做这件事情呢？牙科要他心理准备，就因为第一页就是10个结果，这件事情就不是说你要挤掉，你要进前10名，代表你要挤掉别人。所以你就要有一个觉悟，就是你要比上面的人优秀，你要投入的比他多，就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对，所以做法都一样，但是可能他获得成效的期间周期真的会拉更长。对，会拉更长。因为牙医啊，第一个是牙医啊，整形诊所这通常是赚钱的行业，对，他们砸钱不收，客单高，然后所以他们一来是他们各种行销手段都会尝试。然后，他们也会砸广告买关键字广告，比如说前3个就是他们通常会到5个，我觉得，就上面下面都有，会买满。然后中间这个非这个付费型的呢，哇，这也是兵家，我现在没有看过那个长什么样，但是肯定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是。那你如果要排上面，就是祖上积德。或者是他们的 SEO 老师要很努力啦，要很努力 ，OK， 真的蛮努力的。通常会建议说，可能你选一个你们家诊所最强势的一种疗程，可能 maybe 植牙或者是凤凰电波啊，对，举例来说，你有一种你们家或玻尿酸好了，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做玻尿酸的，特别强，那就建议你先把围绕玻尿酸的这个细分的子主题。卷得比别人厉害啊！就别人可能玻尿酸只写3篇，你写10篇，对，然后都是有 SEO 意图的内容，这样比较容易赢。因为确实，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这就是另外一个技巧了，就是说，我们今天通常不会让你搜寻引擎是直接让你找牙医找到你，而是我可能会找的是信义区的牙医，我可能是根管治疗牙医，对，或者是植牙特别便宜。为什么不知道？这些所有钱我都付钱做过，就是或者是你的某种材质特别厉害的牙齿，好，你可以咬断这个金刚甲之类的，就是钻石级牙医之类的，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这叫做小字，因为刚刚牙医肯定是个最大的字，那对吧？小字，然后我们去铺了100个小字，那你可能没有100个了，我不知道。可是有机会，真的小的可能会到100个，对。然后你铺完之后，那你可能有机会在某些状况下，因为这有点很长尾嘛，人们可能会各式各样原因、各式各样需求，找到那个关键字，进而找到你的诊所。那有时候转换率可能蛮高的，因为它需求匹配的更精准。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细招啦。因为比如说像爱料理的食谱，我很喜欢讲食谱，因为食谱是我们量最大，我们大概有几十万道食谱，所以它偏的食物的关键字大概。自然而然，它天然就会被铺完了。对，那就会对我们来讲是蛮好做的啦。对，爱料理的结构就真的太漂亮了，因为它就是那种真的模板化的主题。对，因为有一些没有模板化主题，就变成每一个字你都要重做一次。对，但像你们的话，就是 UGC 内容，然后加上策展都可以自然的进行。对，这种就这是太强了，太强了。这是原本。这个服务的特色，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看这个 Google 关键字的 Cookbook 的时候，它里面的 recipe 居然就真的是用 recipe， 就是它的建议啦，他们的那一种官方的指南的建议，然后里面就讲我们建议，他们拿来做示范的就是食谱，然后每次看久就是食谱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它的这个 API 或者照着它的指示照科就结束了。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一阵子啊，Google 很棒的是，它有一个叫 Recipe Wall， 叫食谱墙。以前是人家一般搜寻你做文字嘛，食谱墙是就好像你现在打意思一样，它上面会有一张卡片，在你搜寻知识图谱，那时候就是大概这个可能有10年前，然后你就有一张卡片，然后有食谱的照片。跟食谱的名称，跟可能要烹饪的时间，点进去就是爱聊。有一阵子呢，那上面不管是雅虎的，或者是微软的，或者是 Google 的，都是我们的，只有我们做。太强了，真的没有。我觉得这是红利，这是另外一种红利，就是说你要以前熟读文件的人没这么多啊。我真的觉得这是卷的年代不一样。那所以一样嘛，就是说你们也会常常看很多 Google 的更新，对，也会看它的文件啊这种。对，那他们平均大概多久会更新一次啊？演算法更新是一直更新，但像是你说这种啊，有新的结构化资料可以用的频率倒没有真的那么频繁，这个倒没有那么频繁。可是我们常会看新闻嘛，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这一季呢，这个 Google 又什么企鹅演算法啊，什么演算法，那这个怎么回事？最近它现在都叫核心演算法，这名字都很无聊，都叫什么3月核心演算法、11月核心演算法。我们以前记得是有以前有名称，但最近几年都是叫核心演算法，然后加月份，所以就很无聊，什么3月、7月，然后最近比较大，可能有一个叫HCU， 就 Helpful Content， 就是内容要比较有用啊、权威度啊等等的，就最近比较有记忆点的是这个，不然最近都是什么月份的，就很无聊。对，所以这平均大概是1个月一次，还是1季一次，还是大概2个月？但平均大概可能2个月一次，2个月会有一次比较大的。那当然 ，Google 都说他们随时都在做演算法小小的更新，只是没跟你们说。对，大概是这样。那你每次遇到更新的时候，不会很差吗？我还好，你还好，就是变化主要会看你到底网站流量有没有剧烈波动。如果没有剧烈波动，那就跟你没什么关系。我记得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些事情，因为爱料理我们遇到这些更新超多次的，然后那时候以前都还有命名原则，然后你看了一下它之后，那你可能上个月流量还很好哦，我们几千万流量，然后呢它更新之后啪没了，砍半欸。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就好好就是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特别，我们也不需要做违规，我们本来量级或者什么都是自然的。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要跟董事会交代，就跟你跟那个客户交代一样。然后我就看着数字，我想说啊，我就要报告董事会，然后我就真的流量是 Google 来了，我们也知道 Google 来的，那掉了一半。那这时候你就只能跟董事们讲说，这个各位董事，因为 Google 演算法更改的关系，他们就会开始问你说，那该怎么办？然后就问100个相关的问题，然后你能说但你就最后你就觉得是个玄学哦。对不起，我同意，有时候要记那个多拜拜。那你学完之后呢？但因为前面2次他们会比较紧张，或比较焦虑或干嘛，就习惯。过了几次之后，他们就习惯，就反正这个变优质客户，开始习惯。对，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也尽力了，是，就是说我们能够问的，我们那时候也会问专家嘛，比如说那就帮我们看一下，那有什么大家可以调的，比如说外部连接怎么样，然后各式各样合法的东西怎么培养这些东西，然后怎么让网站的什么各式各样的。我们都施法做过了，但这个有些小技巧啦，就还是很多有的没小技巧，你可以用什么网站来检测你的这个健康度？我们健康度可能只有7分啊，那我们想办法，我们这一季的努力就让它变成9分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这些体质变好。我直接这样，是。你还有什么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就会说波动嘛，网站的体质，然后内容的更新这最常见就是因为这几个就是它存在，但是它又很模糊，对，然后让大家有事做，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过一阵子就回来了，所以你要让大家先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事可以做，让大家可以熬过这段期间。因为它就是因为 Google 真也就只有一个 guideline， 他说这样子可以啊，会有助于帮助。那这样子不行
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这样做。但确切有什么，他也不会跟你讲，就是他们是一个也是玄学。蛮黑盒，还是蛮黑盒子的。但基本到今天都还是嘛，他没有办法。当然，他有公告一些，也都是原则性的。对。但是确实，因为你今天规则讲得太清楚，大家就会把规则玩坏。对，所以它一直是一种博弈关系，对，一种博弈关系。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辛苦啦，原因是因为 Google 面对不只是正常人，他们要面对。我们有所谓黑帽跟白帽嘛，而且我们都是搞破坏，对 Google 来说都是对不对？都是搞破坏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针对 Google 的规则，对啊，做最大的优化。没错，那你要优化它的时候，你就有些人当然是比较轻微的破坏者，有些人就是重度的破坏。黑狗，我那天看你分享一个，就是这样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这个文字反白，你知道？我们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页面。这原本是个白色的底，然后呢，它最 footer 就是页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区域，然后它因为这个是白色的底，它就放白色的字，白色的文字，然后里面是连结嘛。没有，是关键字，是关键字，因为他大家就会觉得多放点关键字有帮助，而且他也不是放在 footer， 而是放在那个页面的中间，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那天在抱怨就说，哇靠，这个年代还有人在这以前很常见的，就是你把那个复制。游标这样旋把它复制反白嘛，就看到一片在这边。对啊，哇，这个有够，但是没有用了，请大家不要学，这是没有用，这没有用。这有些就是玄学之后，大家都会尽力的做这件事情。假设我们回归讲那个 Google， 它最早找这件事情，搜寻引擎原理。搜寻引擎原理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就可以略过，不知道就可以当做新知来听听。就是以前的为什么的网站会排在前面？原因是因为它那个逻辑是论文，你被 reference 越高的论文，代表你这个论文越重要，对吧？对，然后论文最高，那所以这个论文重要性高，所以你就会在前面。所以我们刚刚讲连结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连到你的网站去，那代表你的网站势必很重要，要排在前面。是。那因为这个规则太明确了，是，还是存在。其实反向连结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权重。OK， 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权重。那你观察就是说这件事情还存在，所以大家还是会想办法去 hack 这件事情嘛？还是会啊，所以之前有一家，他的做法是他会镜像 PTT 的内容。就 PTT 很多文字内容嘛，对，然后在镜像的内容里面去买反向连结。就等于是我去你复制别人的内容，复制了 PTT 一份，然后在 PTT 的内容加连结，但原文是没有加连结的，这就黑的，这就母汤啦，母汤。但因为这其实很容易，如果被发现了，因为你可能因为就我们刚刚讲，因为你被越指向的越多，所以一般而言 ，Google 可能会觉得你很重要。对。那但是 Google 因为它也是有一堆机器人在反侦测这些事情的，所以它只要侦测到有问题的，你会种子这样一串被抓出来，然后抓出来你就爆了。对。然后你的排名就会瞬间就不见了，所以这是一个蛮常见的问题。所以不要这么单纯，就是不要这么单纯，这是一个原理。你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而且已经知道了超过20年。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做法，举例来说，像可能你做了一份很棒的资讯图表，对，那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引用你的资料，对，这就是好的做法。对。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写过一篇 Google Trends 的文章，然后我教大家怎么把中文关键字分词。对，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已经有人写过这篇文章了，他教学就直接引用我的文章，对，所以我那一篇的反向连结就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做法嘛，也是 Google 官方鼓励的方式，源于你提供了对于人们有利的内容。那最主要是你的东西有用。那这个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爱吵的一件事情，就是 AI。对。所以以你现在的观察来讲 ，Google 官方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真的会给惩罚吗？官方说不会。官方说不会。官方就说他不太在意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确实，他在意的是品质好不好。确实，那确实我自己网站上也有，尤其是今年
写的一些内容，很多有高比例都是有用 AI 辅助的，排名状况还是很好。但是我目前观察到那种太偷懒的，就来今天要什么关键字啊？假设像牙科推荐好，你就对 ChatGPT 说，请你给我一篇会在 Google 上排名很高的牙科推荐的文章，就要直接写出来。这种文章大概就不行，这种太偷懒的内容，它强度不够，然后它的编辑程度太少，这种就不行。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 SEO 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卷的行业。那当然我刚才有好人有坏人，那当然有人就是太好了，我立刻都在产这个内容农场，产个1000页。现在多很多，现在 AI 内容很多很多。对，所以你说我牙医推荐，我什么都可以推荐，我这个汽车可以推荐嘛？轮胎能推荐，奶茶能推荐。那我1个月内可以生成这个我一般也会有一些规范啦，比如说我一篇文章里面呢提到某个关键字的浓度有多少，对对对，然后这你可以分享一下，有些这种常见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针对这些事情来做优化的。SEO 内容其实有做 SEO 内容，它标题一定有目标关键字，它第一段有目标关键字，这很容易辨识的出来。对，然后很容易，有些人甚至当然现在比较少人会在 Meta Keyword 放关键字一看就好有做。对，但 Meta Keyword 没什么用了。然后 AI 的话，我就之前看过一个，就也是那种卖 AI 自动化服务的，他就说建议你一天要300篇文章，然后就是大量产。但是在过去大概1年半前左右，这样的网站确实曾经有一度流量还不错，但是在今年跟这一年多，流量都雪崩的很惨，就是它还是被辨认出来说它的品质不够好。对，各位，就是 Gemini Google 现在有个 Gemini 其实还蛮好用的，而且蛮聪明的，我怀疑根本躲不过 Gemini 的侦测。因为他们的 AI 变强了。你如果说之前 Google 的 Gemini 或 AI 不够强，打不过 ChatGPT 或 Cloud，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但因为现在 Gemini 本身是够强的，那他们自己公司一定用这个来当做基底来做扫描或巡逻的工具。Google 还是很聪明了，还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公司之一。对，所以你说你要这样子玩它，我觉得可能玩不过去。所以好，大家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了。AI 是搜寻引擎里面呢，它不会因为你是纯粹 AI 的文章而惩罚你，而是你的意图跟你的有用程度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关键。对。不过之前有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一个网站它内容都是原创的，可是它把网站的内容用 AI 翻译成另一个语言后，就它全站的流量都掉了。God， 我之前要这样做，你知道吗？对，然后但就是我之前要翻爱到底，听起来很合理，对吧？很合理，然后理论上也是原创的，可是这样就莫名的违反了不知道哪一条的 policy。OK， 所以大家对 Google 的说法还是用测试的，还是用测的，小规模测试。其实我们做过这件事情，我那个我 ChatGPT 出来的第2个月，我就开始干这件事情了。但因为流量没有起来，所以我们暂时间终止这件事情。但我接下来应该还是会看状况。我觉得理论上还是蛮合理的啦，还是应该可以试试看，但不确定怎么做比较细致，能让 Google 不会觉得这件事有问题。对，因为你本来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你的很好的食谱让全世界看到，或是比如日本人或是对啊，就像那个影片加字幕嘛，就是影片加字幕的概念嘛。对啊，你的台湾卤肉饭就他妈这样子做啊，它也不是没有用，它也是真实的。对啊。那我完全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超合理的。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也不行啊，那到底就是他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debate 啦。那搞不好后来流量就会回来了。所以就还是可以之后再测试，因为过去不行，不代表未来不可以。那你看台湾现在对台湾官方或者说对于 Google 对于繁体中文来讲，他们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或更上心了一点点？因为我以前觉得，以前搜寻引擎最前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 KK News 就是这种搜寻内容农场，我记得存在的可能有蛮多年，但好多年，这3年大概这3-4年流量已经掉很多。对，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似乎对繁体中文的或中文的内容也有比较认真一点点了。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可能跟 AI 的演进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可能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语言的墙本来就比较容易被跨越过去。对，然后，但是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它对于繁体市场、中文市场的在意度有变高，因为像这2年 Google 都有在台湾办那个 SEO 大会，SEO 大会是官方办的。OK， 然后但那好像也是因为里面有几位人就是很希望在台湾办，就很感谢他们。所以我觉得重视度确实有变高。因为那时候最常我们在骂就是Google 明明台湾这么多人讲繁体中文，然后你们自己也 Google， 然后也可以看得到这东西，你们自己这么多人，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吗？我每次都觉得 Google 台湾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台湾有这我骂就好，台湾有几千人YouTube 的这个繁体字就修不好，你们这几千人到底是？然后一样嘛，这个 SEO， 你允许 SEO 的内容农场的第一名，允许他我不知道他赚了几千万几亿，你有 Google AdSense 支持他，然后你又让他排到第一，你们之间到底是好没事了。但 Google 现在很好用了，对啊，但 Google 不是完美的啦，对我觉得 Google 确实不是完美的，对，但你对他们总是会比较高一点的期待，对，就是说这么明显是，如果今天是很细的东西，也就算了。我觉得这影响都蛮剧烈，因为你的虽然那个内容农场没有影响到爱料理啊，因为它完全没有食谱，因为它完全都是错开领域错开，它完全是抄中国的东西，然后丢出来，的确在版权上面有点灰色啦但是你就觉得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嘛，那你不做，我觉得这实在是蛮奇怪的。是，那另外一个是 AI 啊，好，那以 AI 来讲，我们现在搜寻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在 Google 上搜寻，一种是很商业搜寻，在国外他们的 SEO 其实有一部分在讲亚马逊上面，对，因为有很大量的搜寻行为是在购物网站上面发生，购物网内部的内部，他不做这件事情，他不台湾虾皮嘛，台湾你有涉猎这一块吗？没有到很深，没有到很深。那个你理解上跟 Google 应该原理完全就不一样。大方向就是，当然搜寻引擎的核心的需求没有变，但是他要的条件却不一样。OK， 那很常见就真的要业绩啦，业绩跟销售啊、评价啊，还有那一些东西。OK， 那他是不是有他们的？我真的不熟悉这件事情，就是他有他的搜寻引擎那个叫什么工具吗？就是说我看得到哪个字是乐字之类的。这我不确定耶，但我觉得 Amazon 应该有。我记得 Amazon 有，应该 Amazon 但虾皮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就真的看他们公司内部愿不愿意释出提供这个工具。对啊，因为像你说 Facebook 或Facebook IG Threads 的 tag 的搜寻次数，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他没给，对，也没给。这个就真的只能看公司愿不愿意给。但有时候大家可以用 Google 资料来推敲啊，因为人毕竟还是那个人，他不会到一个平台他就完全把那个搜寻的行为完全变掉，所以可以从 Google 资料去类推这件事情。OK， 那一般的电商跟一般搜寻，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常讲就是 AI， 有很多行为，原本搜寻的行为我们要问问题嘛，我们要查东西，就这个行为慢慢的可能在接下来这个典范移转慢慢被移转掉，不管你用是Perplexity 或者是用其他什么 ChatGPT 啊，各式各样的。那你感觉上这个转换速度也很快吗？我觉得 ChatGPT 现在使用量好像到4 billion 每月吧，然后 Google 好像是80 billion 左右，所以我觉得还是成长蛮快。ChatGPT 现在流量好像已经是全世界第8高的网站了，确实很高。当然，这里面有多少人用搜寻的，我觉得这个比例不知道。确实，对，我觉得确实有越来越多人在用，但是，我觉得费用还是一个坎吧。就毕竟免费版，它也不是真的说让你愿意免费让你无限的搜寻。对，我觉得目前的坎可能还是在这个费用上。OK， 那因为有些人会提说，因为我在 ChatGPT 上面，我也可能说请你推荐我台北5个好的的旅馆，还是有人会这样干啊？还是会有，那他会得出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它也还是会有连接导引到那一个原网站嘛，原网站。那有人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叫什么 SISAL 之类，我乱讲了。那你怎么看？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发生了？它已经发生了嘛？就是现在
大家看自己的网站可能都有来自 ChatGPT 的 reference，如果你的排名还不错的话，所以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那当然 SEO 圈一直在争论，或大家一直在讨论 SEO 会不会挂掉的点，就在于说这个流量到底够不够网站存活。就是以后你盖一个网站，然后让它高排名，让它被引用，这件事情到底以后的价值还有没有那么高？这件事大家不确定，然后，但是要让自己的但发生了就发生了嘛，所以我觉得能出现在上面还是比没出现在上面好，对啊，反正就总不会没出现比较好嘛，所以你还是有些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网站出现在上面。那老实说，你还是排名要好，对，排名还是要好，没有办法，还没有变。理论上指的是排名要好，指的是在 Google 的排名还是要好。你 Google， 因为举例来说，这些 AI 搜索引擎它也是要爬吧？对。那很多时候它也是爬 Bing 或爬 Google， 那你觉得它为什么要从第7页开始爬？它一定从第1页开始爬嘛？对他讲比较合理，对它比较合理嘛？而且理论上第1页已经是被 Google 筛过一些最高相关度的内容，确实。所以老实说，你高排名的内容还是很吃香。所以在OpenAI 还没真的做搜寻引擎之前，他们还是得先偷爬 Google 的。他应该是爬 Bing 吧？我觉得他应该是爬 Bing 的。对，但 Bing 的结果跟 Google 也没有真的差这么多。但是你觉得如果反正无论如何，这些人都还是会做搜寻引擎，所以 SEO 显然还是一个搜寻的行为必然还是会存在，因为资讯过量嘛，资讯过量大家就要筛选，筛选就要排序，排序就有 SEO 的事情。对，因为这个是坦白讲，现在这还是一个争论型的事情啊，就是说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SEO 这个产业可能会大萧条啊，往下掉，但以长期来看，比如说我们以10年或20年这种纬度看的时候，确实它会，对吧？这个不可否认的，就是它肯定会，就好像不会跟现在一样，不会跟现在拿流量的方法一样，不会跟现在因为 ACI 显然大家现在很多人问事情，像我自己现在问事情会两边都问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一颗药，我就会先问Grok 那个马斯克那一个，我就问他说，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比较怂，然后我先问完一遍之后，我会再去 double confirm 看一眼，然后我才会相信这件事。所以短时间内，我觉得还是这样。可以长时间来看，的确会假设它的准确率越来越好，幻觉变低了，那可能就会影响。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个比喻是，广播电视 YouTube， 有些电视往下，但是它还是有几百万。是啊。对，它这还是蛮惊人的。就是你说它虽然在剪线，但是你说串流平台整个拉上来，那你有些电视没有嘛，它还是几百万。那这个还是一个蛮大的数字。然后如果你今天讲说广播就不见了吗？也没有啊，我还是会听广播啊。然后甚至巴菲特投资了一个美国的广播联播网，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以不同的百分比在存在。SEO 这件事情不会不见，而且大家就得继续去看着。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是因为现在大家做 SEO 其实是他在铺底层，因为 AI 的很多语料可能也是从这些网站来的啊，对。尤其像我觉得 O3 就是 ChatGPT 的 O3 嘛，就是以前 O1 它没有搜寻功能，但 O3 现在好像都 default 会搜寻嘛，它都会去搜很多的资料，那很多的网页资料，所以我觉得可能减少幻觉的这个来源，很多时候还是会从这些网页来，所以你的网页想办法出现在 AI 资料库里面也很重要，就是电视跟 YouTube 它有点隔离的关系，但是这边比较像是下层跟上层的关系，有依存性在，对，还有依存性在，所以主要还是你不做 SEO 也可以，但你要想，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免费的流量？但搞免费的流量确实还是蛮辛苦的 ，SEO 还是一个目前我觉得这3年它还是一个蛮确定性蛮高的一个方法。短时间内它不会崩盘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什么雪崩性忽然间就没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对于科技的理解都是要一阵子，然后做这个典范移转，然后它就不会瞬间消失。对，就像大家还是会用 Facebook 嘛。对，我靠，还是什么都用啊，还是会用 Facebook。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它又变，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它又变得更破碎，而且是不可分离的。好，
我们最后讲个人，你个人其实是从我们刚刚讲代理商变现在什么数位游牧吗？没有，就是个人工作者，就一人公司，对。你觉得这中心中最大的转折是什么？当然就是稳定性有影响嘛。就以前公司会发薪水，然后老实说有没有新的客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对，公司可能你说你有压力也会被骂怎样，但理论上公司还是要发你薪水。对，然后这个确定性不见了，然后但相对当然就时间自由跟你可以自己决定要接哪一些客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差异比较大，因为以前在公司有些客户就真的你有压力一定要接，就是所有人都希望你要接，但是觉得这客户没什么好做的。就他就是工作，对，但你就是要做，然后但你而且还是要扛他的责任，因为就你收钱嘛，你还是有责任在。但现在我就比较能挑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你算了，你就做比较有意思的，对，你就觉得比较能选。我觉得客户上差异比较大是这个，然后当然还有以前在大公司嘛，然后大公司的那个很多确实能感觉到公司的后勤真的是蛮强大的，像你有会计你有法务我觉得法务，然后公司才能采买一些很多昂贵的酷东西这种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小公司做不到的。小公司有一些 SEO 工具是很贵的，对，当然还是有买啦，但就买了这个以后就剩的钱就不多，对啊，但公司就能买很多。现在有些公司它可能连 Office 都没有，我去过这些公司，它连 Office 都没有，哇，就觉得天哪，感谢前公司有 Office。确实，因为想说，居然有人这年代了还可以不买 Photoshop 跟这个 Microsoft 的，我说就是创业维艰嘛，创业维艰是。你在曾经你的文章有没有提到多巴胺职业？讲的是这个热情不一定能够转换成稳定的职涯。那你怎么你经过这一些，你怎么跟大家分享你这个经验呢？我那个文章就只是表达欲旺盛，就只是很想凑说有一些我觉得就人这个时代，大家真的会，我觉得大家都过得比较辛苦，所以大家就会想做一些开心的事情。对，然后大家有时候，但这些开心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变工作。有些事情就是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变成瑜伽老师过活。我觉得他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才可以。然后诚实说，我觉得SEO 或行销工作也有这个比例在，它就是一种做起来有成就感、有回馈感，然后门槛又没有很高的工作。但我只是觉得大家做这种工作，还是要想想看，你要活下来的条件是什么，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对，就像我觉得，就像 Fox 之前推荐我看《师傅》那本书，我现在也在看，它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概念是，不要设想的是你觉得能做到什么，要去想你实际能做到什么。对，我觉得多巴胺职业就只是在提醒大家这件事情。我跟 Frank 认识是因为我在过年前开始做1对1咨询，他来找我聊天，我说然后我说原来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做 SEO， 我就觉得很抱歉。然后但这就是一个分享啦。OK， 那你工作之余通常怎么做一些你做什么运动吗？什么之类的？运动可能就是骑飞轮，然后就在家里骑飞轮，就在偶尔看看书，搭配看书这样，因为就骑飞轮无聊，所以我就会配电子。对，我可以理解，我以前我也会这样。对，那你最近看什么书有推荐的吗？我最近就要看师傅，自己打到自己。你分享一下，我当然知道这本书在这样，你可以分享一下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吗？我还没看完但是你看到现在，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在讲什么？我觉得他确实在提醒你做生意最底层的心理准备，跟你要做，我觉得就是你要做哪些准备，跟你要怎么正确理解这件事情，一直在戳梦幻泡泡跟那种人的直觉跟第一直觉，然后直觉可能是错的。我觉得目前我看到大概1/3的主要的感觉是这个。因为其实实际上我过去创业10几年，我看了蛮多类似的书。我快速讲，就是有2种，一种是要你快速成长，很痛苦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创业维艰》，他就反正有个创业者，然后他公司一直要爆炸，他最后解决爆炸的方式是直接把公司弄上市，然后就有钱就解决一切，这是一种极其痛苦，哐整个叙述，我觉得哇，这整个公司有够痛苦，把整个公司拖上去。然后第二种就是像师傅这一类型，他就是跟你讲，我们是在做一个 business， 然后这是一个赚钱的生意，然后就是把它做。
然后刚上市那个是不赚钱的，它不赚钱把它弄到上市，然后赚钱就是要维持小小的，然后你有一些基本的原理要理解，然后而且把这事情做好了，它自然就会赚钱，而且是我们讲赚钱并不是。我觉得他赚钱，虽然他讲说很小声音，但实际上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对一般人都是一个蛮多的很大的财富了，都是一个蛮好的，以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财富了。所以我觉得每条路都对，没有一个一定对，只是我们有时候新闻媒体会放大某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能，而且那是有些东西以个人就可以做，你不需要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企业复合体才能够做。对，这是一个东西。那你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最近前阵看那个秘密会议哇，好赶上时事哦。那时候还没有，是不？这件事在教宗跟谁啊？就是选教宗的过程，他选教宗秘密会议就是要选教宗，就是现在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一般而言就是教宗要过世了，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要投票，对，就会就一个投票开会的故事，然后就是把全世界的这个可能的候选人或者是叫什么？祭司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就是大佬们都就把投票，他们各地区的这个分区的管理人员，对，我们不知道官衔了，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各地的负责人叫来，然后这 country manager 叫来，对，然后说大家选一下，看下一任这个谁当董事长，没错 ，OK， 非常的实事。为什么会觉得有趣？听起来不会很无聊吗？首先画面很漂亮，画面很漂亮，很有艺术感。然后那个，因为他们很多宗教性，还有那种颜色对比很漂亮。OK。然后那时候也是有朋友推荐嘛，朋友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就也还蛮好看的，蛮好看的。有趣的内容是他们会吵架，对，会吵架，也会要派系嘛，要分票嘛，就说要投我，要投谁，然后大家要开始那个抓说你这个人有黑料，不能投你，要蛮抓嘛，就大家就说这一天就吃完了1年的瓜，就开2天会吃完1年的瓜，因为他们会有直接影射，还是说直接人名对照是谁吗？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场合，就是可能在公共场合就说这个人怎样，就当面就是指控这样子。但跟现实生活的人是1对1 mapping 吗？没有，它不是，还是一个应该也是虚构的，半虚构，应该是虚构的。这让我想到那个纸牌屋。对，就很像那个宗教版，就像那个立法院有没有？然后他们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法案，这个家伙不行，要算票，然后这可以这样然后这个我们换个体育场给他他就变我们这边的人，然后你想说类似的概念 ，OK， 那听起来我理解这个过程，好，有机会来看。我想说这个，因为他们还有一些跟教宗有关，还有一些是很心灵的。没有，倒没有，这个没有对，因为其他部有些是比较先心理，就是教宗跟什么没有什么，因为我也不是那方面的宗教的，但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负担。里面有一些句子蛮有趣，这应该不算暴雷。它里面有一个句子叫做我们都觉得信仰是要你很虔诚嘛，对，就是毫无的质疑，对。但它里面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怀疑才会让信仰有力量，更坚定。就是因为怀疑，你才会去反思这件事，反思这件事才会有力量。我觉得它会贯穿整部剧，然后它最后也会呼应到它很特殊的结尾。OK， 太好了。对，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怎么理财？理财我这是不是什么理财高手，我就时间跟精力就放在自己的小生意上面，然后闲钱就丢大盘，就指数型吗？对，就美股、台股丢指数这样。OK， 对不起，这才是最后真正的议题。我们后来多加了一题，就是那你现在怎么用 AI？ 你最常用 AI 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现在就我是 ChatGPT Pro 的使用者嘛，所以就所有问题基本上都会问他，然后查资料当然我有额外再买像 Philo 这样的 AI 搜索引擎，然后去做一些查一些精确的资料比较好用，但不然写文案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个用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有时候追剧对不对？你忘记前面的剧情，我会跟他说，请你就是在我现在看到第几集，请你查之前的剧情，然后不能爆雷，跟我解说一下之前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好用，我觉得我必须承认这个。蛮好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阵子最后生还者的最新第3你忘记前面的剧情，然后呢，我被邀请去写最新一季的第1集嘛，
那当然想当然，因为时间很紧，当然时间很紧迫，我也不可能就是重新再把第一季看过一遍。那你稍微看一下它的前面的 trailer， 大概有一个印象都怎么样？我也是靠 AI 去补完，就是为什么这个是这样？我真的有些细节是忘了，但是看到最后是这个样子。那的确这是个，这真的很好用，因为你直接在网络查，这很容易被爆雷，就很容易标题很容易被爆雷。对，你刚才讲说不要无雷，不要 spoiler， 就是不要爆雷，他可以做得很好，他真的做得好，他很像我最近在玩《瘟疫传说2》，然后因为很久，然后我就说请帮我复习，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个角色一直要跟着他？为什么他不自己走？然后他就给我一些理由，说为什么这个男配角要一直跟着主角？说你解释的蛮好的，而且很多这种互动式的感觉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确实就是原本的搜寻引擎给不到的体验，做不到这件事情，太难了。对，我们讲这个，我最后我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不是在写程式嘛，然后它因为 Xcode 有很多设定，就是开发 iOS 的一个工具，那它有很多设定，然后我原本找到的是一个别人的部落格，然后就看了他当时，那第一个是他那个截图可能是3年前或5年前，所以一来是你截图要是维持最新的，对不上，不大可能，对，然后再来是因为你看到第3条之后你就累了，因为有20条。然后你就觉得累，那就决定叫 ChatGPT， 我应该是用 Gemini 之类，我就请反正某个 AI， 然后请他跟我讲，他就会跟你讲说，你现在在这一步，那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他会真的是手把手，他会把它转化，对，他会转化变一步一步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他会更精确的跟你讲出按哪一个，再按哪一个，再哪一个，你应该就会看到他了。是。然后就想就是跟你看着部落格那个。感觉真的是灵动性跟那种有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就是我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活到这个年代了。对，好，今天感谢 Frank， 谢谢大家。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